罗老师，会议纪要我已经帮您整理好了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刚才那一阵儿，我现在已经好了。你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吗？没有。那我看你一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晃悠。啊，您昨天不是说我以后兼您的秘书吗？所以我就出现在那里。哦，对。今天一早来了就一堆事儿没顾上。这样，我让丽娜马上发一个行政公告。主任助理兼秘书，这个头衔你还喜欢吗？谢谢。可是我怎么还是觉得你好像不太高兴。没有，您以前不老还说我不大稳重吗？那我现在就去搬东西，然后搬到这里来，好吗？好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脸色好像不太好啊。没有吧？可能是因为这2天有点累。哦，哎，你说罗宾他到底怎么想的呀？怎么一上任就赔钱啊？你看你这话问的，让人黛西都没法回答了。我怎么觉得是顾姐给咱们所埋的雷呢？不太可能，这事儿都过去2年了，顾姐怎么可能埋这种雷呢？再说了，他要炸肯定先炸他自己红人啊，他怎么可能算得到罗宾这么局气，替赵旭扛着这件事儿？对呀，赵旭是顾杰的红人，他干嘛不去求顾杰呀？顾杰他压根不认啊！你们是没看见，他一大早就堵在罗宾办公室门口。罗宾今儿要是不答应，他可能就没法活了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咱们估计得过苦日子了。对，可能以后圆珠笔都得自己买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你要走吗？没有啊，那你干嘛收拾东西啊？我以后要换个工位了。嗨。嗨。你觉得大家被你的愿景说服了？我觉得他们都在观望。如果你把柯东签下来，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；但如果你签不下来，这件事情不讨论了。你还对什么有看法？秘书，以前高级合伙人都配有秘书，现在律所明确规定，秘书的费用由团队承担。那团队肯定会砍掉秘书，然后就会由实习生和助理兼秘书做以前秘书做的工作。这件事情是会上定的，你当时在场，你为什么不反对？当时在开会，我不想当着大家的面跟你唱反调。那以后会上不说的，会后也不要说。罗宾，你膨胀了，别人的意见你听不进去了。如果我当了主任，还事事都要听别人的，那为什么让我来做主任？由别人来做好了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这事情不讨论了。
进来。丽娜姐，罗宾老师说让你把他后面的行程全部都推掉，还有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他是都没看上，还是不打算找新秘书了？你别去，他现在正在打电话。他必须要找秘书，我不可能一直替他兼着。他现在有新秘书了，谁啊？我现在是他的主任助理兼行政秘书。他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可能是因为没顾得上吧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他生这个气。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哎，丽娜姐，这事儿很严重吗？严重，当然严重。能有多严重啊？说到底，这个案子是赵旭老师2年之前做的，那个时候罗老师他还没有成为主任呢。那不管，是在他当主任的时候爆出来的。别人会说，怎么别人当主任的时候没事儿，你一来就有事儿？你俩是不是吵架了？我刚刚坐我在那里没有跟他吵架，我是在跟他说，如果他一上任就要赔出1000万的话，那必然难以负重。他跟我说，一白遮百丑，只要能把柯东签下来，别人就不会说什么。哎，你待会儿也去劝劝他，万一这个柯东签不下来呢？那就签别的呗。哪有那么容易？你以为那么多大客户，所有的大客户都有主了？这个柯东也是因为刚刚换了一个法务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。哎，丽娜姐，如果真的签不下来呢？呸呸呸，乌鸦嘴！要真的签不下来，要不然咱们锁关门，要不然罗宾走人。所以我才跟他吵。你以为呢？很多律所都是这么散伙的。希望罗宾能够搞定焦恩，签下柯东，一白遮百丑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发抖啊？这么热的天儿，你怎么会发抖？没有，没事儿。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，丽娜姐，我没什么事儿。我东西已经给你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怎么样？跟罗宾说了吧？实在是，他办公室人太多了，络绎不绝的我。我就知道你没说。其实你说不出口的，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焦恩，对吧？我想好了，我打算辞职。辞职？你现在辞职啊？我当初要去留学，我让你辞职跟我一块儿去，你都不去。你现在辞职？不是的，我主要是你不想让罗宾为难，对吧？我知道，罗宾现在刚刚当了主任，他不能像以前那么任性了。以前可以说翻脸就翻脸，大不了这个钱他不挣了。可现在呢？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得为整个律所的业绩负责任。大家伙都要吃饭，砸自己的饭碗那叫个性，砸别人的呢，别人要是不同意，他自己的位置就不保。所以你不想为难他，你也不想为难你自己，索性你就辞职，成全别人。我说对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那之前说好的恶有恶报，一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，那就是说说而已了。谢谢啊！